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心法》，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中日两国的商界，稻盛和夫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稻盛和夫有着极其漂亮的经营履历。27岁时，他赤手空拳创办京瓷，只用了10年的时间，就把京瓷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52岁时，稻盛和夫跨界到通信行业，创办第二电电。18年后，这家公司同样成长为世界500强。也就是说，稻盛和夫一人就创办了2家世界500强，这在全世界也是独此一例。更让人惊叹的是，稻盛和夫的经营奇迹到此还没有结束。2010年，日本航空公司宣布破产，日本举国哗然。就在这时，稻盛和夫应邀出山，以78岁高龄出任日航董事长。作为航空领域的外行，稻盛和夫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就帮这家刚刚宣布破产的公司扭亏为盈，还创造了公司年利润的历史记录。2012年，刚经历破产2年多的日航强势回归，重新上市。你好，欢迎来到意林读书，每天一本好书，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可以说，不管是在青年、中年还是暮年阶段，稻盛和夫的每次出手都能稳稳地干出一番令人钦佩的功业。不仅如此，稻盛和夫还是个另类的企业家。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稻盛和夫对东方哲学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深谙儒学，又笃信佛教，并且在晚年选择了剃度出家。其次，稻盛和夫还创办了盛和塾，来向世人传播他的思想。每当有人向他讨教成功的经验时，他虽然也会谈谈具体的管理方法，但更多的表示要向中国古代的圣贤学习。他告诉他的追随者要努力，要感恩，要谦逊，要内省，要关爱他人。这些听上去好像都是一些无关经营的道德箴言，有人甚至会质疑说这就是空洞的鸡汤。可稻盛和夫反复强调，这些理念都是他成功的关键。听到这里，我想你可能也感觉到了，稻盛和夫宣扬的似乎是一种很独特的成功模式，通过内在的修养来达成外在的成功。也就是说，我不仅可以拥有高尚的人格，我还能借此成就一番事业。这种说法很容易让国人神往。你想想，中国古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开出外王，不正是如此吗？那么，内在的修养真的可以带来外在的成功吗？稻盛和夫究竟是如何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呢？他思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他又是如何看待企业经营和人生的呢？关于这几个问题，稻盛和夫都在这本《心法》里给出了系统的说法。《心法》这本书的副标题叫《稻盛和夫的哲学》，顾名思义，书中完整记录了稻盛和夫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看法。相比较其他讨论人生哲学的书籍，这本书的特色在于，稻盛和夫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把经营企业的哲学回溯至人生乃至宇宙万物的原点去思考。在这本书里，你不只可以读到稻盛和夫关于人格修炼与外在成就之间关系的表述，你还可以看到一位活通透了的老先生是如何站在宇宙人生的高度来理解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不过，稻盛思想的产生有着他特定的文化背景，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会先带你去探寻稻盛哲学的思想渊源，去看看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稻盛哲学。在这一部分，我会以心法为线索，结合其他相关的资料来为你解读。在第二部分，我将会以心法为核心，带你深入文本，一起细细品味稻盛和夫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以及这种思考过后沉淀下来的人生哲学。第一部分。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稻盛和夫在他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哪些文化的浸染和影响？他对宇宙人生的基本观点又是如何被塑造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提到稻盛和夫的家乡日本九州的鹿儿岛县。鹿儿岛是什么地方？如果你摊开日本地图，你就会看到
鹿儿岛刚好是在日本领土的西南端，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所以历史上鹿儿岛一直充当着日本的南大门，是外来文化传入日本的一个重要门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他最后登陆的地点就是在鹿儿岛。历史上鹿儿岛曾盛行过宋明的儒学，当时的人夸赞这里说兴仲尼之道，宜东鲁之风，也就是说这里的儒学氛围很好。不过你可能没有想到，带动起鹿儿岛这种儒学氛围的居然是一个叫做桂安玄树的和尚。你没听错，是一个和尚。这可能也算是一种日本特色，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僧人，讲授佛法跟传播儒学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事实上，早期宋明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主要靠的就是这样一批僧人。稻盛和夫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这使得他从小就和佛教、儒学这两种思想文化结下了特殊的缘分。稻盛和夫跟佛教的缘分起源于他的家庭，他出生于一个信佛的家庭，小的时候他还参加过鹿儿岛当地隐蔽念佛的活动。什么叫隐蔽念佛呢？这里有个小故事。历史上鹿儿岛的信众长期信仰的是佛教中的净土宗，他们笃信在阿弥陀佛面前，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的、尊贵的。这在当时那个等级森严的年代，自然就触怒了当地的统治者。于是鹿儿岛当局一度禁止民众信仰净土宗，所以信众没有办法，只能找一些深山老林里的山洞躲起来念佛，这就是所谓隐蔽念佛。后来针对净土宗的禁令解除了，但隐蔽念佛的活动却被当成习俗流传了下来。稻盛和夫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他小时候参加隐蔽念佛的体验。他回忆说，太阳下山后，我和另外几对父子一起，借着手中灯笼透出的微弱光亮，在漆黑的山路上艰难前行。大家都一言不发，我感受到一丝让人恐惧的神秘感。年幼的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紧紧地跟在父亲的后面。从稻盛和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对当地人而言，隐蔽念佛是一件庄重、严肃、神秘且很具有仪式感的事情。隐蔽念佛的核心环节就是听完和尚诵经，完成烧香叩拜的动作，然后等待和尚跟你说一声，你以后不用再来了。这句话的意思可不是嫌弃，而是意味着你通过了考核，没有通过的孩子则会被要求再来一趟。而如果你一直都没有听到这句你不用再来了，那就大事不妙了，这在当地甚至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亲事。当时稻盛和夫是很顺利就通过了，但是那一次体验，尤其是当时和尚对他说的那段话，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尚对他说，你以后不用再来了，但从今以后每天都要对佛祖说南慢南慢，谢谢。在你的有生之年，只要坚持这么做就可以了。稻盛和夫牢记着这句话，虽然这句话来源于和尚的告诫，但他对稻盛和夫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本身。这句话以及背后整段隐蔽念佛的体验，反复提醒着稻盛和夫要不忘敬畏、谦虚和感恩，以至于到了后来，当稻盛和夫在参观欧洲庄严的教堂时，他也会脱口而出南慢南慢，谢谢。除了隐蔽念佛之外，稻盛和夫跟佛教的另外一段缘分，则是来自一次不幸的经历。13岁那年，稻盛和夫患上了肺结核，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当然，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手段，肺结核治愈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但在当时，肺结核就是一种不治之症。稻盛和夫的二叔夫妇就是因为肺结核去世的。稻盛和夫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就此死去，就像他的叔叔一样，吐血变瘦，最终不治而亡。想到这一切，稻盛和夫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就在这时，稻盛和夫读到了一本书，叫《生命的实相》。这是一本佛学色彩浓厚的书，在书里，稻盛和夫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心中描绘的事物会作为现象呈现。看到这儿，稻盛和夫不禁开始困惑，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心思啊，
那为什么自己会遭致这么倒霉的事情呢？不过随着进一步的反思，稻盛和夫发现了一个问题，原来当时他叔叔得上了肺结核，他非常害怕自己也会被感染到，于是每次经过叔叔居住的院子，他都会憋气，但是呢，憋到一半他又受不了了，结果一呼吸就变成了深呼吸。所以稻盛和夫作为家里最害怕被感染的人，反而成为下一个被感染的人。相反，他的父亲明知自己很可能会被感染，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他叔叔的义务，结果父亲安然无恙。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多地理解为稻盛和夫的父亲运气比较好，但稻盛和夫却坚信，这是因为父亲有着不怕牺牲的美好心灵。他后来回忆道，这本书给我创造了一个契机，让我开始思考心态对人生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相信了境由心生，善念生善果，恶念皆恶果，当时的稻盛和夫在求生意志之下萌生出了强烈的向善之心。后来稻盛和夫也是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从那以后，稻盛和夫就时常告诫自己要心怀善念，即便后来已经看淡了生死，这种向善的信念却再也没有改变过。总而言之，这段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成为稻盛和夫在精神上真正亲近佛教的契机。到了晚年，稻盛和夫也最终选择了皈依佛门。不过如果抛开带有宗教色彩的部分，那么这段经历带给稻盛和夫最大的思想转变，那应该就是促使他开始关注心的作用以及善的念头。当然，除了佛教以外，儒学也是家乡留给稻盛和夫的一个思想宝库。在稻盛和夫的家乡，小学低年级的学生需要接受一种独特的教育——乡中教育。在那里，小男孩会被要求接受特定的体能训练，比如剑道、柔道、相扑等。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学习来自中国的古代典籍。在这段教育中，稻盛和夫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你读过、听过多么好的道理，如果不亲身实践，就毫无意义。这个道理来自鹿儿岛乡中教育的基础教材《日新公医吕伯歌》，这是一本颇具阳明学色彩的教材。稻盛和夫在里面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在后来的演讲中，稻盛和夫就曾引用《日新公医吕伯歌》中的一句话，他说：圣贤之道，听了唱了却不践行，这样就没有价值。稻盛和夫随即强调，所谓人生哲学，其重点其实不在于能不能领会，而在于能不能实践。要做到实践，那就必须保持不断的自我反省，这就要求我们拼命努力去践行正确的为人之道，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灵魂。除此之外，稻盛和夫所受的儒学思想的影响，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他的文化偶像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是谁？这个人是稻盛和夫的老乡，也是鹿儿岛人。他领导了日本近代著名的明治维新，被誉为日本的维新三杰之一。与此同时，西乡隆盛也是一位儒家的信徒，他曾被当地统治者流放荒岛，在那段时间里，他独自修习阳明学，磨练了自己的心性。很多鹿儿岛人从小就听着他的传说长大，稻盛和夫也不例外。你可能听说过，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学中有一条重要的信条，那就是敬天爱人。这4个字也是京瓷公司的社训，是稻盛和夫经营公司的基本理念。而稻盛和夫最早接触这4个字，正是因为西乡隆盛。原来敬天爱人是西乡隆盛一生的座右铭，在鹿儿岛，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西乡隆盛所写的敬天爱人4个字。稻盛和夫回忆说，他小学校长办公室里就有一幅西乡隆盛的敬天爱人的书法。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特殊的缘分，在稻盛和夫踏入社会之后，他的朋友就曾给他送过一幅敬天爱人的书法，稻盛和夫也觉得亲切，就把它挂在了公司的会客厅墙上。后来随着企业经历了波折，稻盛和夫对敬天爱人4个字的理解也愈发深刻，而且愈发推崇。应该怎么理解敬天爱人呢？
稻盛和夫从西乡隆盛的《遗训集》里找到了解释。《遗训集》说：道者，天地自然之物，人行道，是为敬天。天佑众生，故当爱人如爱己也。这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敬天，就是要奉行天道。那奉行天道应该怎么做呢？你看，上天是庇佑众生的，所以你奉行天道，你就要爱他人，像爱自己一样爱他人。换句话说，就是要无私。当然，这里的无私不是说你不能对自己好，而是说你即使对自己好，也要遵循天道，也要秉公平，踏正道。那么，敬天爱人跟经营企业有什么关系呢？遗训集说：立庙堂为大政，乃行天道，不可些许邪私。稻盛和夫对此的理解是，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者，那你就是那个需要奉行天道的人，所以不能夹杂一丝一毫的私心。稻盛和夫说，当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激动到浑身发抖。在此之前，他会常常因为自己没有个人时间而感到烦恼，因为作为创业公司的领导者，他不得不投入他的一切时间。此刻，他开始意识到，这就是领导者的义务。他说，如果组织的领导者只站在自己的立场思考问题，最后组织就会瓦解。只有那些始终光明正大、一门心思思考组织整体利益的人，也就是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才能成为组织的领导者。可见，在稻盛和夫看来，一个领导者能否做到敬天爱人，关系到的是一个组织的兴衰成败。事实上，稻盛和夫早年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创业初期，稻盛和夫曾经经历过一次员工的集体逼宫，员工们要求涨薪，不然就要一块辞职。可是公司刚刚创业，能走多远都不知道，稻盛和夫自然也没法承诺说一定能够涨薪，他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发誓说一定会努力把公司发展壮大，努力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把员工劝了回来。劝完员工当晚，稻盛和夫彻夜未眠，他觉得非常痛苦。虽然说他也理解员工们的诉求，知道人都是需要养家糊口的，但是凭什么要让他赌上生命来保障别人的生活？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创业。但是经过彻夜的反思之后，稻盛和夫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领导者的义务。第二天一回到公司，他就提出修改公司的经营目的，将其从让稻盛和夫的技术发扬光大，改为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他要真正践行敬天爱人，带领公司为大家谋利益，而不是为他稻盛和夫谋利益。后来，稻盛和夫也做到了这一切，他始终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甚至在1984年还把自己17亿日元的股份赠送给了12000名员工。相应的，稻盛和夫也获得了员工们的敬重和爱戴。在京瓷全体员工的努力之下，京瓷迅速做到了行业第一，很多京瓷的员工还主动选择死后葬在公司的墓地，成为他们墓碑上所说的永世不愿离开京瓷的人。可以说，敬天爱人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稻盛和夫的经营。他晚年曾经回忆说，当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我认为在实践层面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不断对照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西乡南州的思想，我才走到了今天。这里的西乡南州指的正是西乡隆盛。第二部分。好，通过前面这些介绍，我想你已经了解了稻盛哲学背后的思想渊源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佛教和儒学思想的影响之下，稻盛和夫是如何构建起一套系统化的哲学思想来指导他现实生活中的行动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心法》的序言里，稻盛和夫道出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在当下这个混沌的时代，我们需要直面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要确立做人的最基本的哲学，确立正确的人生观。简单来说，这本书就是来探讨人生的。但很有趣，如果你翻开《心法》这本书，你会发现稻盛和夫一开始跟你聊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生，
他先跟你聊一堆宇宙的问题，然后到后面才会越来越多地展开关于人生的探讨。说好了聊人生，怎么聊到宇宙去了呢？这乍一听会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其实只要想想稻盛和夫的思想历程，你就会豁然开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稻盛和夫的思想深受儒学的影响，在儒学当中推天道以明人事，也就是说先讨论天是怎么样的，然后通过天道运行的规律来推演人世间的行为准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思路。前面说的敬天爱人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思路。所以在心法当中，关于宇宙的讨论其实就是等同于对天的讨论。那么稻盛和夫是怎么理解宇宙的法则，也就是天道的呢？在稻盛和夫看来，宇宙的法则就是让万事万物都朝着幸福美好的方向进化发展。这条法则如果采用一种拟人化的说法，那就是爱。稻盛和夫说，开悟的圣人会用宇宙间遍布着爱来表达这层意思。换句话说，不管是山川草木，还是我们人本身，一切事物当中都存在着爱。稻盛和夫认为，佛教所说的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传递的也是这个观念，万事万物身上都有佛性，佛性就是来自宇宙法则的爱，而所谓开悟，就是找寻到自身所本有的这种来自宇宙法则的爱。前面这一段有点复杂，不过没关系，我来帮你概括翻译一下。就是说，稻盛和夫认为天道就是爱，这种爱会存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当中，而人作为宇宙的一份子，身上自然也会有这种爱。如果你通过修行深刻体验到了这种爱，那你就是发现了真我，体察了天道，也就是说达到了开悟的状态。稻盛和夫曾经在采访当中分享过他人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开悟时刻。当时稻盛和夫刚刚剃度出家不久，第一次外出化缘，他穿着草鞋，脚露在外面，走着走着就磕到了小石子，脚趾前面都渗出了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挨家挨户的化缘，去化一些大米杂物。到了傍晚，稻盛和夫就拖着疲惫的步伐往寺院走。在回去的途中，稻盛和夫碰到一个在公园旁边做清扫工作的大婶。这位大婶看上去是比较贫穷的，但他看到稻盛和夫后，便走上前，一言不发地塞给他100日元的硬币。一开始稻盛和夫有点懵，随后他猜想这大婶应该是要送钱给他，于是道了一声谢。这时大婶开口说，师傅，你一定很累了吧，回去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原来在日本禅宗的寺院里，僧人们一般吃的都很朴素，就一碗粥加2-3根腌菜。稻盛和夫回忆说，那位大神肯定知道这个情况，才给我100日元的硬币。当时我拿着这枚硬币，全身像被电击了一样，感到无上的幸福，眼泪难以自禁，全身被幸福的感觉包围着。公园的所有景物也好像变得光辉起来。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原来这就是那种被幸福包围的感觉。这位大婶给我的100日元所蕴含的伟大的爱，把我整个包围住，把我带到幸福的顶峰。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稻盛和夫所谓的宇宙法则的爱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那么这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什么样的指导意义呢？首先，稻盛和夫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顺着宇宙的法则，顺着天道，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同样也会更加顺利和成功。因此，从这个角度，稻盛和夫说，我们应该发扬爱，去爱他人。其次，稻盛和夫往下讨论，既然我们身上本有来自宇宙法则的爱，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做到开悟，或者尽量接近开悟的状态呢？稻盛和夫认为，重点就在于我们的心。稻盛和夫说，我们的心是承载宇宙法则的地方，所谓真我就在我们的心中。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稻盛和夫的这个说法其实十分接近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王阳明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在人的身上，
便呈现为人的本心，人的良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向自己的心去探寻，来达到开悟的境界。稻盛和夫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宇宙的法则在人的身上就体现为真我，这个真我的呈现也需要我们去探求本心。事实上，稻盛和夫就是这么理解王阳明的致良知的。他说，良知就是真正的我，也就是他口中的真我，而致良知就是达至良知，按良知办事。稻盛和夫认为，自己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总是努力让自己达到良知的境界，并遵循良知做出的判断，将良知付诸实行。理解了稻盛和夫这个思想，我想你大概也就能了解，为什么当有人向稻盛和夫请教经营企业的方法时，稻盛和夫总会跟对方说一些听上去好像跟经营无关的道德箴言。因为这就是稻盛和夫的心法。稻盛和夫当然也觉得具体的管理办法很重要，但在他看来，心法是更为根本的。稻盛和夫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叫做为人，何为正确？这句话乍一听也是跟经营企业没有关系，但在经营当中，稻盛和夫把这句话看得非常非常重。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稻盛和夫刚刚出手拯救日航的时候，他就在公司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说自己做事有个判断的基准，就是作为人，何为正确。这一下子把很多日航高层给说懵了，甚至有人直接起来质疑说，用这种小孩都懂的道理，没法拯救日航。但稻盛和夫说，大家反应不过来没关系，但请你们把这句话放在脑海里，遇到问题时，把这句话拿出来对照，然后采取行动。其实，如果我们把稻盛和夫的这句作为人，何为正确放到他的整个稻盛哲学当中，那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所谓作为人，何为正确，就是稻盛和夫治良知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通过不断叩问自己的良知，不断反省和提醒自己，来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让自己的行为能够不偏离正确的轨道。然而，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稻盛和夫的这种做法，他们觉得要救日航，就得用那些具有速效性的经营手法，让日航能够赶紧得到经营的改善，而不是来讲什么作为人，何为正确这样的大道理。可是，稻盛和夫却坚信，日航当下所需要的变革，不是要教给干部们管理手法，而是要塑造干部们应有的觉悟，要把他们塑造为合格的领导者。因此，刚到日航的时候，稻盛和夫非常重视向公司上下传递这种理念，并且着手制定日航哲学。除此之外，他自己还以身作则，宣布自己不领薪水，表明自己出任日航董事长纯粹是为了3件事：第一，保住 3.2 万员工的饭碗；第二，为振兴日本经济助上一臂之力；第三，维护日本国民选择航空公司的权利。有一次，稻盛和夫对日航的干部员工说，我爱日航所有的员工，虽然我可能还会说很多不近人情的话，但这是因为我真心祈愿大家幸福才说的。以后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难，让我们一起努力。稻盛和夫这一番真诚的话语打动了在场的员工，有人当场流下了眼泪。他们说，这种时候，领导者一般都会说要更加努力等激励的话，但稻盛先生却说他爱我们。正是这样一种对于员工真诚的爱，使得稻盛和夫作为一个外来空降的领导，能够迅速打消员工们的警戒心，让自己的语言直达员工的内心。也正是基于那句作为人，何为正确，一句别人眼中小孩都懂的道理，稻盛和夫却成功振奋起了员工们的心，并带领员工快速完成了日航的重建，创造了又一个奇迹。其实，所谓作为人，何为正确，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真正的践行，显然并不比制定一项具体周详的管理办法来得简单。稻盛和夫的很多经营理念都是如此，听上去并不复杂，但要真正落实却绝非易事。比如，稻盛和夫提出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虽然听上去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可又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做到呢？那稻盛和夫为什么就能做到呢？说到这，
我们就不得不进入到道圣哲学当中更大的一个课题，那就是人生。在稻盛和夫看来，经营公司只是他人生大课题当中的一个分支，而只有站在人生这样一个更高的维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稻盛和夫为什么会对公司经营抱有如此这般的理念。事实上，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够坚持践行那些经营理念，主要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之适配的人生哲学。就比如这句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如果你的人生哲学是享乐主义，付出努力只是为了交换一个功利的目标，那你很可能很难真心认可稻盛和夫的这个理念，并且也很难做到如稻盛和夫一般的坚持。那么，稻盛和夫究竟是如何理解人生的呢？在心法中，稻盛和夫有专门的一章用来讨论人生目的，也就是人为什么而活。前面我们说过，稻盛和夫认为心中有真我，心中有良知，而所谓真我就是宇宙法则的呈现，是灵魂最美好的状态。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人是有善有恶的，所以虽然人人心中有真我，但是我们的人心是有杂质的，真我多多少少是会被这些杂质所遮蔽，而不能完全呈现出来。因此，人生在世，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不断纯化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人格，最后让我们的真我能够完全的呈现出来。稻盛和夫说，当下主流的人生目标不外乎3种，小孩子们往往会被教育说要努力奋斗，要有出息，他们的人生目标大概就是要出人头地，而被社会毒打之后的成年人，可能就抛弃了出人头地的幻想，觉得难得活一次，人生就要快活与潇洒。到了老年，大家基本上又会一致地把人生目标改为长寿，觉得延长自己的生命是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事儿。但稻盛和夫认为，这些其实都不可能成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他说，出人头地，追求成功可以，想过一个潇洒多彩的人生也可以，但是那都是人生的一个过程罢了，一旦你人生终结，他们也随之消散。因此，人生真正有价值的应该是灵魂，其实也就是心。人生的追求应该是塑造高尚的人格。换句话说，在稻盛和夫看来，我们的人生既不是竞技场，也不是游乐场，而是一个道场，一个为了修炼心灵而建立的道场。也正是因为抱持着这样的人生态度，稻盛和夫才能够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直面生活的逆境，去正视我们内心的懒惰、贪婪、自大等，并努力去克服它们。也就是说，稻盛和夫的这套人生哲学，实际上是他能够坚定贯彻他经营理念的最重要的保障。结语到这里，这本心法就已经为你解读完了。读完这本心法，我自己有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稻盛和夫试图传递给企业家们的，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学。他修炼心灵，思考作为人何谓正确，并不是说单纯为了一个功利的目标，而是说修炼心灵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成为一个目标。他所躬身垂范的，与其说是一种企业家的成功之道，不如说是一种企业家的修行之道。当然，稻盛和夫也会谈成功的秘诀，但在他看来，他的成功其实是作为他修行的副产品而出现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段稻盛和夫晚年写下的文字，来作为今天的结束语。稻盛和夫是这样说的：回顾过去，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将自己奉献给了企业经营这项工作。这条道路绝不是轻松的、安全的道路。现在回想起来，就如同持续行走在两边都是悬崖的、极其危险的山脊之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一种安静的、平稳的心走到了今天。这是因为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怀抱纯粹而美好的心灵去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就没有任何过不去的坎。只要时时磨练心性，不断自我提升，那么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命运之神一定会回报温暖的微笑。这种类似信仰心的某种信念始终扎根于我的心中，它像可贵的护身符一样，帮助我守护我的人生。无论什么人，
能够拥有的都只是当下的这一个瞬间。以怎样的心态活在当下，将决定我们的人生。既有幸运的光临，也有逆境的考验，这就是人生。这一切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所以，我希望，不管现在身处何种艰苦的境遇，大家都要不骄不馁，一心一意，努力前进。这么想来，可以说，人生其实是非常单纯的东西。以利他之心为基础，在每天的生活中，尽可能的不断努力。只要这么做，命运就一定会好转，幸福的人生就一定会到来。同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让自己的心灵保持美好和纯粹的状态，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让自己的潜能充分绽放的秘诀，这就是打开幸福人生之门的钥匙。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我们下一期再见。